探索冥想的深度。这一集的宜家快报，我们要来向你报告什么是冥想，为什么要冥想，冥想有什么好处，冥想的时间，还有使用咒语的冥想和沉默的冥想有什么不一样。最后我们要向你报告冥想的21个阶段。宜家快报，快乐的向你报告。你好，我是明珠。宜家快报，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什么是冥想？20分钟，你挺直背部，坐在一个垫子上不动。有人认为这是冥想，但它并不是冥想，它是你试着为自己准备冥想的一种努力。准备不是完整的结果。有2个层次的冥想，一个层次是这个单位自我对无限说话，另一个层次是无限对这个个体说话。所有其他阶段都是为了冥想做准备。冥想是当我们清空自己，让宇宙来到我们之内时。冥想是我们打给我们的更高意识的拨号代码。冥想是将我们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联系起来的创造力和活动。它是个人和谐和宇宙和谐的关系。冥想是自我创造性的控制，所以无限可以跟我们说话。什么是冥想？什么是神的意识？什么是真理？我们在寻找什么？如果我们想得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有意识，那么答案就会来到。我们是光的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我们不需要寻找任何东西。如果有人告诉你冥想要从个人性到无所不包性，他的意思只是我们要有意识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优点。如果我们只是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切都会很好。生活就是一个活动的冥想。什么是冥想？用它，我们消除疲劳，我们清理潜意识，我们清理我们的存在。我们是自然的，我们是正常的。为什么要冥想？我们来看冥想和心智潜意识的关系。冥想是打破习惯、净化心智和照顾日常生活的艺术。冥想是控制和超越心智波动的过程，使灵魂的光芒能够流动。我们冥想，所以我们的心智不会发臭。冥想只不过是一个最好的心智，我们需要最好的心智。冥想是当心智变得完全清净和感受性敏锐时，无限对人说话。冥想的适当翻译是，在自我激励的催眠梦中，我们清理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必须通过冥想来开发心智，给我们负面中的正面，以及正面中的负面。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意识，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中立。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的精微、精致和灵性的层面。心智也需要化妆吗？心智的化妆就是冥想。冥想是一种心智的沐浴，来消除负面的念头和执着。当我们不做冥想时，我们的潜意识和我们的想法所结合的力量会抓住我们。这种组合，当潜意识和心智的游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心理轨迹和大部分自我毁灭模式的起源。我们需要一个习惯来与我们的心智有关。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心智一起坐下来，审视它，擦亮它，并指导它。一个人有2种平行的倾向：自杀的冲动和活着的冲动。更高的心智是以活着的倾向在运行，而不会往自杀倾向去。哪一种倾向会占上风，取决于通过冥想和我们的话语，我们选择哪一个。
并不是冥想停止心智，而是心智向灵魂沉湖，而灵魂向真理沉湖。它发生在当我们比较喜欢真理的话语超过我们自己自立的话语的时候。冥想只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清理潜意识。冥想的目的是清理潜意识，使心智与灵魂的视野相一致。为什么我们要冥想？我们每眨一次眼，就有1000个想法，数百万无法计算的想法。那些想法有些变成感觉，然后感觉变成情绪，然后情绪变成欲望，它是一个不断的循环。但是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当意识充满了念头和欲望时，它开始从潜意识中卸载，然后我们有噩梦，然后我们就什么也不是。冥想不是什么，只不过是用吸尘器清理房子。我们为我们的想法创造了一个吸尘器，我们清理，那就是冥想。所以那一整天我们可以轻盈有礼貌，我们可以很可亲有耐力有度量，而不会惊慌失措。如果我们冥想，它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自我控制的人，我们不会有分裂的人格，我们说的话就和我们真正的意识一样。就是这样，它不是什么大奇迹。冥想不是什么，它只不过是建立腺体和神经的平衡。身体上有2个部分必须通过冥想来开发。前叶的额叶，它控制着我们的个性；嘴巴的上颚，它控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上颚是由重复唱诵来开发的，额叶是通过冥想来开发。当我们生气、沮丧、忧郁，需要咨询，那么就坐下来冥想。任何来自外在的刺激都是不正确的，在内在的每一个冥想都是对的。冥想有什么好处呢？消除反应式和无意识的习惯，建立起与觉知力之间自发的直觉的联系。通过将我们与灵魂的清晰度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从有限转化到无限，产生一种健康、内心的平静、稳定和宁静的感觉，发展中性的心智，也就是冥想性的心智，有助于掌握将情绪转化为奉献精神，提高能量集中的能力，提高影响力和效率，提高心智清晰度，提高心理觉知力和活在当下的能力，消除那些会制造压力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对无限做冥想，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欠缺。如何冥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冥想，它应用的是自我感知系统、心智和身体。冥想可以让我们明白某样东西，我们一直生活在不自在的生活中。当我们冥想时，所有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自在必定出现。当你开始冥想时，垃圾将会开始出现，那是冥想的开始。好的冥想就是当所有的垃圾出来的时候被清理掉。有一个迷思，当你坐下来，你就应该能够让你的心智安静下来。心智每秒产生数以千计的想法，当你静静地坐下来，将焦点向内转移时，你会对你心智背后正在进行什么变得非常觉知。分心是正常的，你只要继续回到咒语、mantra 或其他的专注点，对滋生出来的念头不要去评估或做出反应，让 mantra 咒语来处理它们。心智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但是你可以创造一种静止，一种平静，而这将为你的生活服务。对自己保持耐心，
也许在开始你只能完成1-2分钟专注的冥想，但你要相信这个过程。当念头进来，不要心烦意乱，让他们通过。当他们通过，只是坐着，他们就走了。感觉放松，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做梦。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想后，你会发现被动心智不再释放念头，那时你将享受一种幸福的状态。在冥想中，我们正在清理潜意识中的恐惧。随着每一个恐惧的出现，我们保持中立来看它，恐惧就失去了它对我们的力量。我们会变得更加灵活，感觉更自由。现在让我们来报告冥想的时间和时间都可以，但是瑜伽士们知道最佳时间是在早晨4点钟到7点钟，或是太阳升起前的2个半小时开始。这时万籁寂静，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面对我们的心智，而不是继续睡觉做梦。另外一个时间是下午4点到7点钟，日落的时候。临睡前也是一个冥想的好时段，可以使心智安静和清洁，准备好深入的睡眠。在冥想时，最好肠胃不是处于饱胀的状态。冥想要做多久才会达到效果呢？瑜伽科学告诉我们，为了在冥想中达到想要的效果，需要持续特定的时间。3分钟的冥想会影响电磁场、血液的循环和稳定性。11分钟的冥想开始改变神经和内分泌系统。22分钟的冥想会平衡3个心智：负面心智、正面心智和中性心智，并使它们开始一起运作。31分钟的冥想会使腺体、呼吸和专注力影响到所有的细胞和身体的节律。31分钟的冥想的精神力会影响到3个属性和31种元素，以及心智的投射的所有层面。62分钟的冥想会改变大脑的灰质，使潜意识中的影子心智和外在的投射互相整合。2个半小时的冥想会改变精神力和周围磁场的相互关系，使潜意识心智牢固地处在围绕着宇宙心智的新模式中。要持续练习多少天呢？根据瑜伽科学，人类的心智是循环的。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循环，使用新的、更正面的来帮助替换不想要的行为模式、心理的或是情绪的习惯。我们是如此的受制于习惯，实际上我们可以靠改变习惯来改变命运。在身体和心智的习惯中，有一个40天的自然节奏。要打破一个习惯，需要大约40天坚持的练习。在行为和潜意识中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大约需要90天。连续120天后，你就是那个新的习惯了。在连续1000天后，你已经掌握了那个新的习惯。现在让我们来向你报告，使用咒语的冥想和沉默的冥想有什么不一样？沉默冥想使我们警觉到我们潜意识中的内容。沉默冥想影响潜意识倾倒。沉默让我们觉知在心智中的许多体验。我们变得觉知到许多想法、感觉和过程，它们就在我们的意识表层之下。正是那些构成了我们大部分人生经验的基地。静静地观看着呼吸或观看着心智的所有事物是非常舒缓的，并逐渐唤醒了觉知力。
然而它并没有消除深刻的因果业报，在无意识中最深刻的印记。咒语冥想可以改变潜意识的内容，融合节奏和所有声音的本质，使我们进入无限极静的声音或震动。它改变了意识本身的结构。我们有能力和智力和意识，我们只是害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练习冥想来清除心智中的恐惧。我们可以用神的神圣曲调来调整我们的心智，用来自咕噜真理的话语来渗透我们的心。当我们深入的冥想，进入一种喜乐的自我催眠状态时，我们融入了天堂、地球和自我。然后潜意识释放出一连串波浪般的念头，每一个想法都有影响和结果。为了打破旧的模式，我们必须借用一个霹雳声、一个咒语 mantra 的支持，来把我们的负面想法的核心砍断，并把它们的能量转化为正面的。理想的种子就是一个咒语 mantra。使用咒语的冥想对嘴巴的上颚产生作用，能控制自主神经系统和旧脑和边缘系统的冲击。要改变最深层的潜意识，需要种子。那个种子有3个主要的功能：一，它使心智有一个焦点；二，它像一个支点，其他的想法可以被杠杆抬起进入到无限。3，它的作用就像一个无限的模板，在心智中形成一种新的模式或印记。在冥想中，我们唱诵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心智的终极境界被称为无限极静的声音或震动，它会带来直觉、内在力量和完全开放的能力去做作为存在的整体的一个独特部分的你必须去做的。在这种境界中，我们是喜悦、真实、慈悲和放松的。每一次我们熟练了一个咒语或音流，我们就像一位音乐大师，用自我的乐器创造出生命的崇高境界。现在让我们为你来报告冥想的21个阶段。冥想的21个阶段是一个由瑜伽大师 Yogi Bhajan 所教导的冥想系统。这个冥想系统的目的是引导冥想者深化冥想练习，来扩展意识和提升灵性成长，来通过冥想的不同阶段。每一个冥想练习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目标，并且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那我们现在来报告会经过哪21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沮丧，会感到情绪低落或失落。你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图画是 Yogi Bhajan 对每一个阶段所画出的图案。第二个阶段，无聊，你会感到无趣或乏味。第3个阶段，烦躁，在冥想的过程会感到烦躁或不满。第4个阶段，挫折，会遭遇困难和挫败。第5个阶段，会专注，就集中注意力。第6个阶段，全神贯注，完全沉浸在当下。第7个阶段，体验并凝聚自我。第8个阶段，拉萨。当拉萨开始流动，它就像甜蜜的露水。第9个阶段，愉悦，感到快乐和愉快。第10个阶段，礼貌，表现出有礼貌的态度。第11个阶段，谦虚，保持谦虚的心态。第12个阶段，提升自己的境界。第13个阶段，优雅的觉醒。第14个阶段，表达并成为真正的自我。第15个阶段，像灯塔一样的存在。第16个阶段，
照亮一切，散发着光芒的能量。第17个阶段，虔诚的极静，进入祈祷般的宁静状态。第18个阶段，传道者，教导他人的传道者。第19个阶段，教师，以教师的角色指导他人。第20个阶段，圣人，达到圣人的境界。第21个阶段，无限脉动，体验无限的脉动和生命力。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我们下一个影带见。